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本期节目我就想从我的例子来说，与德国人与西方人打交道，怎么样用事实来说话，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用事实打脸。我与我的德国伴侣是1997年认识的，到现在呢，2024年已经27年了。从最初跟他认识的时候，他对中国人、对中国还有中国文化的理解，以及到现在2024年这20多年的轨迹，我想跟大家说一说啊。我认为真的跟西方人、跟德国人一定要用事实与他们说话，这样他们才能做到心服口服。比如说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有一次很好奇的问我，没有恶意的啊，真的是没有恶意，真的是出于那种好奇心问了我一句话，当时我就吓傻了。他说：“你们中国是不是每个人都穿着那种毛式那种工装，就是蓝色的衣服？然后他说，在你们城市的街上是不是全是骑自行车走路的人？”我当时听到我就苦笑不得啊，对吧？因为当时97年已经改革开放有10来年左右了吧，10多年。他还问这样的问题，因为当时在德国啊，网络也不是特别发达，所以他们普通德国人关于中国的信息，一般只是从当地的报纸还有当地的电视，没有其他来源了。所以我就对他说：“我说我解释什么都没有用，你最好呢跟我亲自去一次中国，眼见为实。”然后他爽快地答应了。但是当时由于我的学业的关系，因为当时我在德国留学，他是我同学。然后呢，1999年我终于有机会回国了，那是夏天暑假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一起回中国去。当时我们首先是去北京，然后呢去上海，最后可能去了我们桂林的老家吧，应该是这样，因为差不多30年了，记得不太清楚了。去北京的话，我们当然去了一些名胜古迹啊，等等，对吧？他也看到了北京街头的景象，看到了当时夏天，所以呢，特别是女士，中国女士是比较注重打扮的，所以看到其实街上穿着的人的色彩非常的多彩，多姿多彩。然后街上呢有出租车，有汽车，有公交车等等，当然有骑自行车的人，也有行人，就是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都有。这是对他来说第一次有对中国这个印象的改观。就是说，他原来呢，只是从他们的媒体得到的那个关于中国的信息，和他眼见的中国信息完全不一样。比如说，我和他在北京旅游点也好，还有公共场所也好，没有任何限制啊，很自由啊，对吧？不像德国媒体宣传那样。这是他第一个啊，去中国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国家还是不错的。后来我们就从北京去了上海。因为去北京当时主要是看那个北京的古迹，对吧？文化。然后呢，我们去上海，这是一个商业中心。当时呢，上海还没有发展的很好，就刚刚起步的阶段。因为当年啊，中国还没驾驭世贸，对吧？就是经济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。即使这样呢，我们到了上海之后，应该是虹桥机场还没有那个浦东，应该没有浦东，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啊。虹桥机场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打的进了市区，还是打的还是坐公交车，忘了，应该是坐公交车吧。反正就是我们进入市区之后，他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上海好像还是蛮发达一个城市啊。后来我们去了那个外滩，当时应该有东方明珠了，我们还上了东方明珠，还是哪个地方？然后在浦西这边，我们还上了一家饭店的一个餐厅，还是咖啡厅，去喝咖啡，然后可以看整个浦东的，然后还可以看上海市区的。他就感觉呀，上海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。这是第二个对中国的印象，就是他的看到的中国比他原来想象的中国要先进得多。因为他当时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就觉得特别的可笑幼稚，对吧？其实他头脑中的中国，他就是70年代的文革时代那个中国的画面。这我觉得怪不了他，因为他在德国如果没有去过中国的话，他只得到这种信息啊，对吧？也就是所谓的信息茧房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其实我认为啊，西方人、德国人也是他们信息茧房的受害者，怪不了他们。后来呢，我们前前后后，直到去年2023年，他大概一共去过了6、7次中国吧。有一次我还记得特别清楚，
也是谈到那个教育吧，我有次对他说，因为我知道德国的那个教育是怎么样，所以我有权利评价两国的那个教育水平啊。我就说德国的基础教育绝对赶不上中国。他特别不服气啊，他说我们德国教育非常的好，怎么样？我就先不对他说。后来呢，不是说不是那个在全世界有那个 PISA 这个教育的那个排名，对吧？就不是排名，就是教育那种测试。然后呢，中国的当时好像参加了2期，是江苏、浙江，还有什么上海呀、北京的，好像有些学校参加了。所以当时呢，有2次分数都极高，甚至呢多项成绩呢妥妥的世界第一。当时震惊了整个德国，一个是德国教育界，一个是德国的那个政治界。然后呢，我把这个成绩摆在他面前，他看到之后无话可说了。另外呢，平时在很多小事呢，我自己虽然我是文科生，但是我可以非常100%肯定的告诉大家，我的数学能力或者我平时的这个头脑反应能力、计算能力，肯定要吊打大部分德国人。很好的例子就是，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经常的2个人去超市去买东西，每次我都喜欢心算一下，就说这笔我们买的东西大概花多少钱，然后我告诉他，每次啊，有的时候如果是东西少的话，我几乎可以心算得可能只相差几分钱，他就感到特别不可思议，以为我是天才。其实我在中国就是一个文科生，我的数学不是特别好。但是即使这样呢，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基础教育它是锻炼出来的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还是在农村的小学上学，我们要用那个珠算，对吧？就是要用算盘的啊，然后呢还要心算，还要口算等等等等，还有9981这个那个口诀表，我们都要背的啊。西方国家是没有的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特别的肯定，就是我们的基础教育绝对要好过德国。当然，德国的基础教育可能当时在全世界不差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德国基础教育应该是工业国家当中也是相对来说至少是平均水平吧，不要说特别领先。所以他这样说，我就特别不服气，然后他也不服气，那怎么办？用我的事实打脸，然后用这个 PISA 这个全球这个教育这个测试来打脸，然后他就心服口服了。然后加上这些年德国的移民增加了，然后德国相对来说教育这个质量也下降了。不仅是德国的移民的原因，还有德国本身，他们德国人的整体素质是在下降的，德国这个老师的素质也是整体下降，所以导致了整个德国的那个基础教育是连年下降的。这一点呢，完全不是为了黑德国啊，因为德国很多他们的媒体也批评自己的教育，比如说很多现在的学生啊，什么听说读写能力都不过关，甚至呢，德国的学徒，我们很多中国人呢特别推崇德国这双元制的教育。其实现在德国学徒很多是不合格的，他们的写的能力还有阅读能力都不过关，所以呢，就是德国的雇主也感到非常的无奈，就是收不到，招不到合格的这个学徒，这是一个德国很大的问题。从交通来说，这也是对他来说一个特别震撼的地方。我说吧，就是他跟我一起去中国的时候经历的东西啊。当时我从那个德国回一次我们中国广西桂林老家农村，是非常艰难的旅程啊。比如说我们到北京或者是到上海或者广州之后，如果是我想快一点，我就坐飞机到桂林。好多人还不知道桂林有机场呢，桂林还是个国际机场，所以呢，桂林其实没有你们想象那么落后啊。我们坐飞机到桂林，然后呢，从桂林我还当时要先从机场坐出租车或者是坐机场大巴到汽车站，当时还没有到我们老家的火车。然后呢，每天的汽车大概是有5、6趟，最后一趟汽车大概是下午5点钟到6点钟。如果是你再晚到，那就只能在桂林再住一宿，住一夜，第二天才能回家。所以每次呢，我就会看我是什么时间到达桂林的，因为我不想在桂林再住一夜啊，离我家大概还有100公里，但是还要住一晚，就特别的无奈。开始的时候我回家是这样啊，对吧？先从国内一线城市坐火车或者是坐飞机到桂林，
然后呢再坐3个小时的大巴到我们老家县城。然后呢，从我们老家县城，当时我很多家庭连私家车都还没有，可能连摩托车还没有，所以呢，从县城回家又是一个难题。这是第三。所以以前呢，回家是非常非常的，折腾人的。回我们老家，我要去香港，或是去广州，或是回来，反正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路途就方向相反而已。我就说从我的老家到广州怎么去吧。直线距离，我的老家到广州大概是400公里，从桂林到广州大概500公里。我呢，先从我们老家到县城，从县城呢坐3小时的大巴到桂林市，然后呢，要先到桂林市去买火车票。注意啊，当时还没有网购，对吧？我要先我的肉身先到桂林去买车票，买不买得到还是个未知数。当时是非常折腾人的啊。买到火车票之后，那我再买汽车票。到了汽车站，然后还要走大概15分钟到火车站，然后呢就上火车了。当时呢，从桂林到广州的火车每天好像只有一班，是夕发朝至的，就是说你晚上出发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到广州了。我一般是喜欢坐这样的。当时呢，也有从我们广西桂林恭城有大巴，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。恭城呢是跟湖南一个县交界的，当时的大巴我记得要是从恭城呢先到湖南省，然后呢再从湖南省那边到广州，所以呢这个路途啊也是非常遥远，也时间也非常久，而且当年的治安不是特别好，听说在路上有抢劫的，那我就更不敢坐了，对吧？只能坐火车。坐火车当时要从桂林呢，要先上湖南的衡阳，也就是说我们先往北，然后再往南到广东这边，整个路程好像要15个小时左右。我从老家出发，坐大巴，再坐火车到广州，大概要折腾一整天时间，也就是说要20多个小时。而现在呢，2014年12月26日，我们老家通火车了，而且是高铁，一步到位，那是贵广高铁。从我老家呢到广州，当时是2小时，现在2小时不到，因为现在提速了。原来我要一整天时间，现在只要2个小时都不到。这就是中国飞速发展啊！他也看到了，他自己也坐过了。原来跟我坐过火车的卧铺，后来呢又跟我坐过2、3次，这是我老家到广州的高铁，真的非常的快，而且呢准时，从来没有那个晚点过，而且票价只有折合成欧元15欧元左右，这在德国不可想象啊！2个小时差不多400公里。然后呢，在德国他也知道德国的铁路有多烂，每次都抱怨，因为他每天坐德国火车上班，每次都真的回家他的心情不好，就是因为德国火车经常晚点或者取消，半个多小时的车程，他有的时候呢在路上单程要花2个小时，你说他的心情能好吗？对德国铁路公司的那个怨气不大吗？对吧？这是他真实的那种体验，一个是体验德国，再体验中国，然后他自己看到了。1999年第一次去中国，到2014年，多少年？刚好是15年时间。他见到了中国，从原来的龟速的火车到现在一步到位的高铁，他的心理震撼，他自己不说我也知道，因为他每次去中国，他就感到特别的兴奋，也特别乐意跟我去。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啊，不仅去北京、上海，我们也去了陕西那边，还去了海南等等。广西当然去了一些地方，还去了南宁等等，对吧？所以他对整个中国它的发展，他是可以说跟我是有目共睹的啊。从这个轨迹，所以他就特别佩服，一个是中国人，他也认可中国的发展。当然，对中国这个偏见，他完全是没有了。他现在就是很多情况下是帮中国说话了。中国就是对他来说，真的是用事实来说服他，或者用事实来打脸他，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。所以他现在呢，对这个所谓他们德国的选举制，他的信心其实也动摇的。他开始对我说，就是他说这个制度呢，对德国来说肯定是好的。他也是那一套，就是说，如果是这个人不好，这个政府不好，我们可以用选票把他选下去，然后呢，下次也许会选上个更好的呢。
但是呢，过去这可以说跟我交往这20多年嘛，他自己也看到了德国是如何不说向下沉沦嘛，也是原地踏步，对吧？而且我认为更多的是跟中国这个往上发展的趋势相比，德国其实是向下沉沦的一个社会。所以呢，他就感到对德国现在是非常没有信心，而且每次德国出什么幺蛾子的时候，他比我对德国还要激进，还要悲观。他总是说德国完蛋了，这是他的原话，真的是德国完蛋了，德国完蛋了。他自己也看到了，而且他是相对来说比普通德国人去过的国家更多的，因为他跟我还去过美国。因为当时我们去坐那个加勒比的游轮去坐过2、3次，他去过美国，我们也在那个迈阿密啊，普通的街区也走了，他就对美国的感觉特别不好，因为他看到普通美国人他的居住环境怎么样的，然后呢，他也去过中国，所以呢，他感触真的非常深。记得上一次呢，他去中国是去我们县城，然后呢，我去带他去看了2、3家，就是我的在我老家的朋友啊、发小啊，还有我以前教过学生，现在在我们县城普通的职员，他们买的房子，你们也知道对吧？咱们中国人呢，喜欢有自己的房子，而且特别喜欢在房子装修方面花钱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去看了之后，对他来说，他的震撼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。因为2023年就是最新装修房子，即使是现成的房子，放在西方国家，放在德国也是可以用超豪华来形容。为什么？只要你看到现在中国这个房子的装修，你就知道啊，任何的西方国家，我是说普通人，不是富豪啊，普通人的房子，像我们家在德国至少能够算得上中上水平了吧。其实我特别想按照我们老家那边的风格、那边的水平来装修，但是在德国，我们付不起那个价钱啊，可能连师傅都找不到，价钱就更应该是天价了吧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这种房子在德国虽然属于中上，但是在老家属于简装，这没有办法啊，这是德国目前这个水平是这样。我们已经试着做到最好了，但是还是这种水平，所以呢，见笑了啊。然后呢，他跟我去看了，当时我还是在想，在我们老家的县城买一套呢江景房，我们俩都非常非常的满意，也看了那样品房，而且样品房和装修出来的，只要你有钱，装修出来的风格和样品房是一模一样的，都可以做得到。所以现在大陆这方面真的从装修来说已经非常厉害了，也非常专业。他看了之后是大为震惊，这就是普通在我们老家县城的人，他都有这个居住的水平，就表明了整个中国其实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一个水平了。这是他亲眼所见的啊。还有另外一次，就是我不是出过，我从国内人肉带那个锅过德国来嘛，对吧？不是说很多中国人喜欢在德国买德国的那个锅碗瓢盆吗？说德国的锅的质量好啊，怎么样？我相信可能我们的观众当中也有从德国采购也好，或是那个代购也好，买过德国餐具的，对不对？德国什么锅啊、平底锅这样那样的东西，对吧？现在呢，我是从中国那边把中国的锅带过来。记得我有一次做的那个视频呢，是我在国内不小心买了，应该是九阳的吧。然后呢，买了一口那个锅，带过来之后，他特别特别的惊异，特别的满意。他老是夸这个锅这样好那样好，然后对他的家人也说好。所以呢，上一次呢，我就从国内带了3口这个锅，和他一起，他也把2口锅放到他的行李箱，我的行李箱也放了1口，一共带了3口那个九阳的锅过来。在这里我想说说啊，因为我做了这期视频之后呢，九阳的人跟我联系，他说能不能用我一些素材，我说当然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九阳给我免费又寄了3口锅，这点非常感谢，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广告。我带过来之后，或者说他一定要带过来，他说1口锅留给我们自己备用，因为这太好了，万一我们那口锅坏了呢，那我们不是没有了吗？我说可以买呀，他说还是用1只来备用吧，现在我们就放在我们的那个地下室里。还有呢，2口怎么处置呢？1口锅呢送给他一个最好的朋友
另外一口锅呢就九阳的送给了他的亲姐姐。你看，因为他就特别特别的满意，他没想到，他说为什么中国能够做出质量那么好这个锅，我们德国做不到呢？这是他的原话。我给大家看看啊，如果大家不信的话，我给大家看看。我们走进我家的厨房，就是这口锅。现在我们经常用，每天都用，就这口，对吧？这是九阳，对不对？就在我德国的家里，他每次都说这口锅好啊好啊，他很喜欢用。你看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在我们很多国人还崇洋媚外，觉得德国的产品有多么多么好的时候，人家德国人自己，他硬要从中国把这个中国，比如说这个锅搬过来，然后呢，我每次回家，每次回中国，我都会带一些东西过来，比如说在中国，在拼多多上面有很好的男士的内裤 CK 的，它是真正的 CK， 我不知道是它有没有受到，比如说这个西方这 CK 的授权，反正我在拼多多上买的37块钱是三条这个内裤，质量特别特别的好，而且是纯棉的。然后他拿到之后特别满意，对吧？这是第二个。还有第三个呢，我在拼多多上也买，现在有蓝牙的无线耳机，特别小入耳式的那种，可能就是20块钱20多块钱这个东西，也就欧元2、3欧元。然后呢，我拿回来，他用了之后爱不释手。原来美国那个牌子那个有名的他都不想用了，美国那个他是花了199欧元买的，人民币大概是1500多1600人民币买的，当然也有5、6年了，所以当时的那个电池可能技术没有现在好，它那个续航不怎么样，然后音质还勉勉强强，但是我这花2、3欧元买的，他已经觉得很好了。当我告诉他呀，我说只花了3欧元的时候，他真的不敢相信，他说不可能吧，这3欧元能做出这个质量的话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他说难道这还能赚钱吗？我就问他，如果不能赚钱，你会每天去卖同样的东西吗？当然能够赚钱了，对吧？而且3欧元还包邮。在德国你不知道，如果买什么东西，假如不包邮的话，另外出邮费多少钱呢？一般要5欧元到7欧元左右，如果不是特别重的东西啊，也就是6欧元吧，那就要差不多50元人民币了，光是邮费啊。所以他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，那么便宜的东西还质量那么好。还有呢，我还带过什么很多小东西了，这个是几年前我买的了，也是送给他的。现在我们德国有的时候夏天不是也热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送给他之后，他也感到这种小东西，一个是特别的漂亮，另外呢非常适用，而且没有什么声音，他也感到特别好。现在德国的电器超市也有卖了，10几欧元，也就人民币100多块钱吧。在国内便宜的好像20、30，贵一点的40左右。这我在国内当时40买的，因为质量特别好，已经用了好几年了。像现在很多小的那种电器啊，还有电饭煲我也买了，对吧？他也感到特别的好，而且呢特别先进，看去特别的漂亮。我给大家看看，对吧？这个也是我在国内买的，而且在拼多多上面买的。这一个东西它是有那个电脑显示的，从设计来说也特别好，特别漂亮。然后呢，我们2、3个人的那个饭量刚刚好。然后我告诉他多少钱的时候，他也感到特别惊异。这个呢，大概是人民币99块钱买的吧，包邮。我在拼多多上面买的，这个品牌其实挺好的，我就不说具体什么品牌了。像这种东西，他也看到了，就是中国制造其实质量非常非常的好，并不像德国媒体宣传的那样啊。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，让我的这个德国伴侣感到非常惊奇、也佩服的，就是中国这个人呢，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多快。比如说1999年，他第一次跟我去中国的时候，好像我们村几乎没有人有摩托车，汽车当然根本就没有了，当时还没有到汽车那个阶段，对吧？就是摩托车好像就是我父亲有，因为当时我父亲呢，我们是在我们村里开店的，他需要摩托车来进货，所以呢，就是当时我们村好像就是他一个人有摩托车。到后来这些年，
他每次去中国，看到中国的变化，看到我们村的变化，就是有摩托车的人越来越多了。然后呢，上2次去，就是有汽车的家庭，即使是农村的越来越多了。然后呢，上次去，他真的看到了我们每家前面，我们农村啊都停满了汽车，他就感到特别的惊奇。他说：“这汽车怎么突然就增加那么多了呢？”因为呢，像我们家，我有2个哥，我大哥他自己有一辆这个车子啊，然后呢，我大哥的儿子有一辆，我大哥的女儿也有一辆，就是说我大哥家就有3辆汽车，也就是私家车。然后呢，我二哥他有自己一辆车，然后呢，我二哥的儿子也有一辆车，还有我二哥的女儿呢也有一辆，也就是我二哥呢也有3辆汽车，一个家庭，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家庭现在有6辆汽车了。原来根本就想都不可想。然后呢，我堂弟啊，他们那边他们下面也停了车，其中一个人还买了一辆电动车，他都看得见啊，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就觉得哎呀，中国怎么发展那么快呢？从这个短短的这10几20年，他自己看到了中国的变化，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侧面。所以呢，他对中国为什么现在他的印象那么正面，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小事他看见的，然后呢，每次去中国看到的进步，他就感到哎呀，中国这个发展真的是非常好的啊。然后呢，看见中国的城市啊特别的干净，现在农村也越来越干净，他也非常佩服中国人。所以他现在其实很多情况下他是帮中国说话了。从原来的对中国可以说是弱智的认知，到现在对中国的发展特别的佩服，然后呢，一天到晚在叹气啊，就觉得德国没有希望了。这你看，就是一个普通德国人，真正的对中国有认知之后，去过几次中国之后，对中国的看法，以及呢对德国本身的看法，对德国有多失望，多么的悲观。这我就说了，就是要以事实跟西方人、跟德国人交往，然后他们才会心服口服。也就是说，说的不好听，就是要用事实来打脸西方人，才让他们真的才佩服中国怎么样，好吧？所以现在呢，我认为他的内心还是对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有那个信心动摇的。但我们平时很少去讨论真正的政治方面的话题，他的政治观点跟我现在可以说是99%的吻合度。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比我对德国呢还要悲观。而且我们已经想好了，他说今后他不想在德国养老，其实他现在都不想在德国待了。我们这里是67岁才退休，所以他还有10多年，我也还有10多年，没有办法，所以呢，只能继续在德国待。我们都想好养老之后，今后怎么办，肯定不会长期待在德国。如果是签证有可能的话，最好能到中国啊，或者是到亚洲那边去养老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就是我想告诉大家，与德国人与西方人交往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用事实跟他们说话。如果是你真的周围有比较好的当地的朋友，他们真的对中国还有中国人有误解的话，最好呢能够说服他们，至少去次中国去看一看，对吧？当然，假如真的是你的好朋友的话，我估计呢他们也会去。好，朋友们，今天咱们的话题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见。